个白色的呢是酸奶，然后呢，它会加上这个蜂蜜，加上蜂蜜以后呢，再加上那个樱，这边上有一种，你看让它做一下哈，哎，对。在右手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有穿着白袍的这个，他们就说，他们这个流派专门跳旋转舞的。白 pose 的意思。你们谁听啊？基督教历史里面的黑暗之光，国立美，露天博物馆。大家好，我是小王。我们的小英帮我们做的摄影，我们现在来到了土耳其，现在来到了算是中部地区吧，这一个地方叫做国里美哈，这个名字很特别，哇，在下雨，我说了，一年当中只有几天会下雨的季节，嘿嘿，就让我们碰上了。西元前，罗马帝国对于新宗教的兴起感到非常的恐惧，采取极端镇压的方式，想要吓阻这一股信仰的力量，躲避来自政治的迫害。所有的教导，就是基督教的教导，就遁入了卡帕多奇亚复杂庞大的地下城，或者是隐秘在山中的岩洞里面，寻求他们与上帝的荣耀光芒。黑的其中，这个地方卡帕多奇亚成为基督教重要的信仰中心。而安托纳利亚僧侣隐士大批追随者的来到这个所在，早期的教堂的艺术几乎都没有留下来。令人惊讶的是，其实这个迫害并不是回教的势力，而是基督教本身。因为呢，关于耶稣的人性与神性呢，在教会内部呢，始终争论不休。拜占庭皇帝Leo 三世呢，在阿拉伯人的支持下取得了政权，创立了伊索里亚王朝。这一层的缘故，使得他在信仰上部分受到了回教的观点，结束合约当中禁止偶像崇拜，还有回教对人像的禁忌。西元726年，Leo 三世下令禁止宗教做什么？宗教的人像化，禁令长达100年以上，而这些洞窟教堂很多是9到11世纪的建筑。他卖的，他会非常独特哈，这个又不贵哈 ，Thank you。差不多一个的话呢，1块2块都可以。OK 啊。所以你们认同吗？全世界做这代志呢，拢是叫做家己人欺负家己人啊！有当下其实反而不是来自于外面的破坏，像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 IS， 他们还不是一样在这个所谓的伊斯兰教的教义里面呢，各自觉得各自是最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产生了同样的宗教，同样的杀害。罗马教廷的分裂，东西罗马也是一样天主教、基督教都是源自于同一个宗教，您说是不是呢？那所以我感觉讲真侪代志，拢是家己人欺负家己人有当下拢不是外人来的欺负台湾嘛是相同常常是认不认同自己这块土地的人但是有时候我们换一个立场都生活在这个台湾这个国家。都是认同的吧？你说，有谁不认同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每一个人嘛都认同，对不对？这种东西就别争论了在国外也是一样在很多的欧洲环境，很多的移民来到这个地方的人中国人呢，通常也是中国人欺负中国人，中国人骗中国人所以真侪在中国游客到澳洲佚佗拢去澳洲。这个中国他们家里带团的人去用骗去很多所以这个看都看不完这个有时候
为什么都是自己人欺负自己人？因为自己人的语言、文化、习性了解相近，所以反而可以自己人欺负自己人。你讲对不对哈？反正你跟伊斯兰教的人，你跟他语言、宗教完全不搭嘎，他也不太理你呢。这个就是我说的哈，问题存在哈。那刚刚聊到的这一个洞穴教堂。也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哦。古里美露天博物馆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从那一个，今天其实我们都在卡帕多奇亚哈，包括他们洞穴的土式陶窑餐，包括看看这些地下城市，还有刚刚看到的国立美露天博物馆，其实这古也苦役这么庞大的地方，都是在卡帕多奇亚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带有更强烈的 Turkey。土耳其风格，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哦。来到这边一定要入境水属。请大家注意都往这边看啊！这个罐子里，大家猜里面是什么东西？这是牛肉啊，羊肉。这个洞穴陶窑餐厅啊，可以说是所有全世界的观光客来到这个卡帕多奇亚一定爱来吃一顿，啥呢？因为这顿内底伊是用以前传教士所留的这个墓坑、土穴洞窟，佮类改建变成安尼一窟一窟。当今来店呢，也就吃了他们当时卡帕多奇亚当地最传统的餐食。这种餐食是什么餐食啊？这种餐食的型号，有一点像我们用的那个叫什么头油鸡啊，它也是一样，但是呢，它在里面用的呢是当地的肉材羊肉啦，或者是牛肉啦等等，然后用的呢煮的这个米呢是属于意大利米长米，用等米呢炒上香料，哇，这是当地土耳其的特色餐非常具有特色风味所以全世界各地你哪来到卡帕多奇亚，你一定要来吃一顿。你哪不来吃一顿呢？人家会说哇，你等于是没有真正的来过卡帕多奇亚。所以呢，咱讲的来到一个地方，人到骹步行较高嘴嘛食较高安尼看咧影咧这个。你甲看想想诶，一世人30-40当前你该会使想着你会使来吃。我定了讲的嘛，30-40年前你根本不会想到你有一天站在这边。我细汉你看册的时阵看什么？看这个万里长城。当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的万里长城的时候，我万万也没想到，哇，万里长城就在我的眼前，那种震撼呢，哇，到现在我这个年纪我都还很难忘怀。我相信土耳其也是一样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特色国家呢。它很多的东西呢，绝对可以让你大开眼界。但是眼界要大开，要看你开不开。你不开，其实呢就没有办法啦。所以，整个卡帕多奇亚是真特殊的所在，伊所有的山、所有的形态，拢是安尼有无寸草不生啊？蘑菇头啦、骆驼骨啦，这些名，这当然这个名是咱家己号的，是安怎？敢真正叫这个名无啦，迄就是迄个形态真共咱就去甲号迄个名。所以呢，来到卡帕多奇亚这个所在，你也在看到鹿德果啦，香菇果啊，地下城市啦，包括洞穴餐厅食饭啦，若讲天气好，就坐热气球飞到天顶，等下骹坐巴士看，飞去天顶，对天顶看规个卡帕多奇亚，这就是啥？这就是土耳其的另外一个景色。所以土耳其有过来的景象你对这个爱琴海沿路过来看到，你若对历史有了解的人，你敢知影？光是特洛伊这个地方，哇，这个是世界著名的一个史记朝代然后你看，从爱琴海这个美丽的爱琴海传说，从这个特洛伊阿基里斯安尼一路开车沿路安尼开到对开到这个中部，到这个全世界上较有名旋转舞孔雅这个所在，顺转去经过棉堡，有无你看你地形经过几种哇，这个棉堡，你说看到了黄龙、九寨沟，当下那个都逊色掉看到了棉堡才知道什么叫做壮硕当然了，各有各种不同的巧妙啦不能这么说那再从那边呢，再继续往中部走，来到了卡帕多奇亚。
哇，看到这个，人家说月世界，这里啊，简直是月世界的数百、数千倍大啊！规品的东西，各式各样的景观都有，全部都是围绕着这一种地形地貌，喀斯特地形地貌走。所以维朗公来到家，这干嘛的吼？当然呢，你知道吗？这里的夏季气温高达45度哦，热天的时阵呢，光是你要钻到那个地下城市的时候呢，还没下去，亏心亏等打起啊，这个很难的哈。那再换一个立场是什么呢？换一个立场是说，看到这个地形也知道它几乎是不什么不下雨的哈。所以呢，如果呢，当我们遇到下雨的时候呢，我希望呢，真的哈。能够换一个心态去看它哈，那这个我也很难去说，真的，因为我有时候看到呢，大家呢，因为天候的关系，气候的关系，有时候赏花季没看到花，或者是呢，这个到这个城市以后呢，遇到下雨没有办法很尽兴的逛的时候呢，然后弄得自己心情不好，我都会觉得我自己也很难过哈。为什么？因为我会觉得别为了这种事情而不愉快啊。因为起的较低哈，所以干嘛不喜欢这样子，也失去了旅游快乐应该带给我们的意义存在哈。OK， 那现在呢，你看哦，我们中午吃了饭，然后到晚上再来洞穴里面看看舞蹈秀哈。这一个舞蹈秀呢，凭良心讲，在我的看法哈，一直需要具有耐心的人才能够来看它。想到这个舞蹈秀非常的冗长跟漫长。它的冗长漫长程度呢，令人惊讶。这个洞穴舞蹈秀呢，进来对我跳舞哈，你爱困来搞，困到时间搞人来跳舞哈。所以我当下呢，团体啦困未搞的时阵呢，阿未开始跳的想要走啊。第二点哈，在我们台湾的观众呢，还有我们的人民呢，咱台湾人介啥会，加介一点就是哈，通风啊。开着冷气有空调，但是在这一种纬度的国家，常常不会有这一种空调设备哈。在他们来讲，寒冷的季节多过于炎热的季节，所以呢，我当下呢，他们不会随时随地的开着空调所以有时候在洞穴里面就稍微会有一点闷闷的但是你看，跨打个请希望的灾啊，外面不一定闷闷的对他们来讲，寒冷的国家总希望暖一点那我们夏天的国家总希望凉一点。但是怪了，太冷又不要真的是来，看舞蹈秀。
哎呦！看到最后面那个身材画面呢，晚上都睡不着啊。其实这种土耳其，其实你不知道知不知道土耳其家贼这个民族啊是来自于新疆啊，所以我常讲你按照夸新疆人其实闽的话的，你说他是中国，有时候我都觉得很好奇，这个脸明明长得就不像中国人了很可惜帝国的统治就是这样你被他统治的就是属于同一个民族就算你不同人种，也变同一个民族了走到全世界到哪里都一样。然后换个立场你说黑人是美国人吗？那到明明非洲人，但他住在美国，就已经变成美国人了啦，对不对首都安卡拉。凯末尔，他可以说是改变了整个土耳其最主要的一个圣国父啦。为什么？在所有的中东国家，在所有的伊斯兰教国家都是一样的政教是不可能离开的政治跟宗教是合并在一起的。但是呢，这个凯末尔他把政教把它分开来了不用所有传统的宗教模式去管理这个国家。第一个，他让女生不要一定要看头看面，包的全身上下都是。第一，他让女性拥有参政权、投票权。这些做法让今天的土耳其能够，也可以说，不要那种，但这个收无伊斯兰教国家呢，我敢保证土耳其绝对是佼佼者它接近了欧洲城市，为什么？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他所做的方式，他所实行的政策。所以，一个好的策略，一个眼光很开明的领导者，他会把整个国家带入了一个你遥想不到的境界。总使后来的林德加不盖赫，但是呢，因为这个凯末尔，他对于土耳其的做法就是这个样子。让土耳其进入了发达中的国家，了解不所以后边你要怎么改，不可能因为一定开放所以你也在发觉土耳其它有分裂的非常明显的宗教色彩。你越偏僻的地方，它的这个伊斯兰教非常的严格，但是你到了伊斯坦堡，你几乎看不到下面有包头巾的人，有看不到龟身骨包甲龟身骨的人，这就是土耳其凯末尔国父带给土耳其最大的改变。Sürüş! Mete! Marş! Tek! Omza! Selam! Dur! Kan! Rahmi Ural Aydın! Nöbetimi vukuatısı olarak teslim ediyorum. Cengiz Kaya İstanbul. Nöbetimi vukuatısı olarak teslim oluyorum komutanım. Öner Ulaycı! Vukuatısı olarak teslim ediyorum komutanım. Benim Çağlar Çor. Nöbetimi vukuatısı olarak teslim alıyorum komutanım. Hey! Hamza! Sen sür! Bastın! Marş! Kırk! İstikamet yuva! Uygunun! Marş!
Sergeant! Quick! Officer! Sus! 说到了安卡拉我们现在看到了它这个陵寝的纪念馆安卡拉塞讲讲者人我们知道土耳其的首都在安卡拉安卡拉其实这个景点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特色景点除了凯末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奇点的是，现在土耳其的首都被刷来安卡拉，因为他们土耳其来讲呢，当时他们想要把这个首都设在伊斯坦堡，但是因为这个伊斯坦堡呢，在当时它面临的什么？面临的非常特别的，它面临到了东西方的交界处兵家必争之地它必须面临到爱琴海的国家所来的这种战略地位的攻打，而且呢，它也必须面临到来自于西方世界的压力所以呢，东西应该首都城南安卡拉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安卡拉的腹地很广，它深入到内部里面来所以呢，当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呢，它不会直接面临到像伊斯坦堡它周遭有这么多的国家，在安卡拉，你如果说有任何的战乱的时候呢，它进可攻，退可守，而且它深入内地，你要攻打进来的时候还没那么快。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大老远的把首都迁到中间位置来是有原因的。而安卡拉，你不要小看这个地方它在冬天的时候气温可是会降到非常低的这个是很特别的。黑海，听过这个名字却没有来过，连我都没有来过的黑海，哇，很棒黑海这里所在呢，绝对可以说是最特别的一个地方这里所在相当特殊呢，这个地方光听它的名字你就知道，它海根本不是黑的那它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很特别的地方黑海是欧亚大陆的一个陆间海，被欧洲高加索跟安托利亚半岛所包围。黑海透过了土耳其跟地中海的海岸海峡相连那它的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黑海把西亚跟东欧这一系列的水体分开来，黑海在北面通过这一个刻赤海峡流入黑海的主要河流有多瑙河，欧洲的多瑙河是流入黑海的所以呢，这个沿海国家有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俄罗斯跟乔治亚，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重要了。它这附近有这么多强权列国存在着，还有这么多历史以来从古至今历史以来大家争论的这一片黑海，你就知道了所以呢，黑海你说呢，它大吗？它还好啦。你说它小吗？重点不是这样重点是黑海这个名字呢，源自于古希腊的航海家，因为他认为黑海的海水呢颜色比地中海的海水更加深更加黑，所以呢，他就改叫做黑海。黑海其实它不是真正黑海当然还有听过黑的也有听过，有没有听过红的就是埃及的红海啦白海给我黄海整个几个呢少数的都是用颜色来命名。为什么？白海当然了颜色比较白嘛黄海颜色黄了一点黑海你说它大吗？它不大，但是它是世界上最深的内海其中这类。黑海对河流到地中海流入的水含盐度比较小，所以黑海比较轻它浮在它这个海水比较没有那么咸含盐度高的水上，这样深水跟浅水之间得不到交流因为它有地中海的水流进来，所以在交界处呢，这个深深咸跟加咸两个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两层的水交界处为100到150米的深处，两层的水彻底的交流那加比较浅水的比较淡盐水的跟深盐水的两次交流，你知道吗？2次交流就要1000多年，海底的生物分解要很久的时间。
黑海的沿岸旁边呢，其实呢就是比较传统的伊斯兰教的教义比较重的国家了。刚刚听到的那个呢，是你来到中东国家一定会听到的。为什么？啊，他每一次到了祷告的时间呢，就会开始由宣礼塔呢，有人开始唱歌。黑海阿马斯拉小镇，哇，看到这鱼啊无？看卖啊乌海鱼啊，甲地中海甲咱台湾有啥物无共？鱼种无共。第一点是啥？第一点是吼。当外国来讲吼，因掠的鱼啊吼，无好了，当面咧活跳跳的吼，真这是冷冻起来。啊，你讲啊，这也无冷冻啊，因为这个时阵的气候差不多伫10度左右吼，所以呢天然这个气候就较低啊，温度比较低吼。阿马斯拉小镇啊，这个阿马斯拉小镇呢，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小镇哦。这个小镇呢，黑海的沿岸啊，应该算是土耳其雨水最丰富的地方，所以两岸呢是森林与绿荫当中，与台湾的山的感觉很像。一连串的东弯西拐山路之后，突然出现一个转角，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黑海。黑海并不黑，蓝天之间呢都是朦胧，所以新名叫做欧海哦，这个就是很大的特色的哈。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个阿马斯拉这个很 local 的小镇哈，很道地、很当地的小镇呢，少了观光客，也少了浓厚的商业气息。我最喜欢这种国家的哈，这种城市我最喜欢的。来到这边呢，锦耶鱼亚啦，这种生菜啦，在这个土耳其吃的小麦面包啦，都是土耳其当地的。你知道吗？土耳其的蔬菜是输入全欧洲最大宗的，所以代表土耳其的菜啊，青菜。拢是经过什么欧盟的认定，所以土耳其的加这渔获量，加这这个啥货，加这这个青菜，拢是爱上到这个欧洲去的哈。对你来讲呢，每一顿爱有红茶，每一顿爱有青菜是真重要的哈。每一顿拢爱有，所以当土耳其你会使看到加这哈，这个青菜、生菜，因的生菜呢，无像咱放的这个沙拉酱遐济，因拢放什么上营养的橄榄油啊。第二点是啥？沿海靠近海的所在，拢爱食鱼啊。鱼有两种，一种是烘的，吼，一种是啥？一种是煎的啊。对咱台湾来讲呢，鱼啊上好用煎的，而且呢，鱼啊上好是活跳跳的哈。所以呢，每一个人食的口味都无啥相共啊。他们家呢，这个葡萄叶包饭呐、煎饼呐，拢是叫当地特产哦。来到这个所在哈，他们家呢，这个人民的生活也是蛮特别的哈。阿马斯拉从这边呢可以到这个番红花城哈。我们第一次来到了黑海摄影呢，光听这个名字就很震撼了哈。为什么？教科书看了老半天哈，都还没来过黑海哦。所以呢，亲自来到黑海看看呢，这个没有商业气息太浓厚的小镇，它带来的感受是什么？让我们来体会看看吧，让我们来享用看看吧，在阿马斯拉吃当地的这个 local 的这一种小吃，然后呢，来看看这个著名的黑海。在这个小镇呢，我们就这样子闲逛一下。对我们来说，黑海哇，这个名字非常响亮。那我刚刚有说过了，黑海是古地中海的一个残留的海盆。古世纪以来，小亚细亚的发生的隆起呢，在整个小亚细亚地方呢，兵家必争之地啊，这里面的错综复杂、历史情仇啊，这里面的这个地理位置、战略地方啊，包括俄罗斯的争抢啊、高加索地区啦，所以使得这个黑海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这里是印欧语系的发源地，也有人呢认为是里海了，但是很多人认为是黑海。黑海的航道嘛是古早时阵丝绸之路由中亚前往罗马的北线必经之路17世纪开始崛起的沙俄皇朝，俄罗斯基本上叫俄罗斯欧海啦、波罗的海呢，均是依赖的这个黑海作为欧洲联系的命脉。你就怎样近代史当中，黑海引爆了还有几次的战争呢？所以讲这个欧海呢，加重要的是安尼加有名。以前这个欧海呢，当然你讲海产呢，这就是我还没讲了这个欧海伊的这个水流呢，加在这个河流流到欧海，地中海的水嘛流到欧海，含盐度的深跟浅，在2层水的交流当中呢，要经过1000年左右的时间。海底的生物的尸体腐化
分解需要消耗的氧气呢，都得不到补充，因为它深跟浅就得不到那个充分的氧气，水里的氧气不够。在这个黑海的交流处呢，这个严重缺氧的环境呢，就只有厌氧的微生物。厌氧就是不太需要氧气的微生物可以生存，它们的新陈代谢释放了很多的二氧化碳跟有毒的硫化氢。所以呢，在这边欧海的这个地中海跟河流的交流处的地方呢，很多的生物它其实只能生存在200米以上深度的水里底。代表什么？这个所在虽然深，但是呢，无介在深海鱼啊。我艺术的是安尼啦，这跟地形地理有关系哦。那这个阿马斯拉小镇呢，会使甲恁讲，这个所在靠海卫星，靠乌海，所以这个所在呢，有真重要的一点就是呢，你路上所看到拢是真侪啥货，真侪这个乌海沿岸的景观，还有呢一寡海参档哦，一寡呢袂食哦。这个所在呢，你袂看到真侪亚洲来团体哦，来到这个小镇哦，看到真侪拢是欧美国家的人哦。来到这会使慢慢说，这个所在我很享受当地的漫步调看海景，坐在旁边晒晒太阳，用土耳其的番红花那个番红花也可以，用它的红茶。时间允许又幸运的话呢，还可以看看黑海的夕阳，这才是人生嘛！人生不用太赶不用赶着这也不啥呢，赶紧要收拾行李，再走到下个景点，不用。所以我说土耳其真正来玩呢，可能要20天呢但是这个20天实在太长了啦很多人可能会想家所以呢也没办法。再加上呢，这个土耳其很多的饮食呢，中老年人呢会不太喜欢不太喜欢。所以我一开始就有讲了，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不同的人感受到就不一样。这个熊湾当这个。没人讲，淡湾的这个旅游当中，我们常常会推出了所谓的当地的特色风味餐这种特色风味餐推出来的时候，常常有的人呢，哇，欢喜莫名，甚至非风味餐，不是风味餐我不吃啦一定爱风味餐我该不吃有的人呢是看到了风味餐呢，捶胸顿足，难过，为什么？甚至呢流下眼泪来觉得呢怎么来吃这个餐哇我受不了了。所以就是说一样的东西每一个人看他的眼光就是不太一样喜欢的就喜欢了，不喜欢的就不喜欢了。就像我吃东西不喜欢加酱料所以有加酱料我都觉得不好吃有人看到酱料不加不行那米沙开来稠啦、盐啦、导游哥啦，开始欧北蓝，对不对他觉得这样是最美味的。所以呢，一样米养百种人，众口难调，就是这样子。阿马斯拉的小镇呢，绝对值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味它。很多人觉得小镇没什么，对我来讲，小镇的震撼度才是最高的，小镇才可以看到最原始的一面，尤其是在这种小镇里面穿梭，住当地的民宅，看看当地的特色，这才是身临其境的感觉。想想看，在这种黑海，我一直只有在教科书看过欧海，以前读到今嘛，一直看欧海。我们这次经过2个海，哪2个海？一个叫黑海，另外一个叫做爱琴海。很多人说爱琴海在哪？你去了特洛伊的沿岸就是爱琴海。有没有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看阿马斯拉小镇上面卖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黑海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什么样的文化特色，让我们来欣赏看看。离开了黑海，我们进入了
番红花城。这个番红花城呢，真的也是我没这么一讲，好像土耳其每个地方都必来番红花城呢，真的它是鄂图曼帝国古老时光所遗留下来的最美丽的建筑庙宇清真寺，坐落在这个番红花城。哇，这个我一直对番红花城呢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来到番红花城呢，你可以漫步在这个奥图曼建筑群当中尤其是这个小镇非常的淳朴。早上从清真寺传来的这个朝拜的声唤哎呀，这个整个在这个曲折蜿蜒的小路上面走着虔诚的穆斯林在室外祷告着。这些番红花城真的有没有看到世界文化遗产呢？夜间没有娱乐，但番红花城暗时静悄悄的，非常的安静在这边的工艺品店广场上坐着满是这个看到外国观光客会很兴奋的学生们入住奥图曼的民宅，全部等于是你住在世界文化遗产来的我常常听一个人对这个古厝做倒弹的看到古厝呢，感觉无像大饭店遐好，但是呢，来到这，相信真侪熬佚佗、会晓佚佗的人，来到番红花城，你无好带上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厝伊会甲你讲，我哪会较想要无来过土耳其，所以来到番红花城。最棒的是能够住上一晚这里并没有过度的观光化，居民仍保有原始的生活，所有的老建筑处处都是惊奇，难怪规个城市它被变成了一个这种世界文化遗产。当然住在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里面有个特色房间的隔音不佳那老屋行走也不太方便效果也不好，但是真的就是很棒很棒所以呢，我就说很多人呢，土耳其不去过没来但是呢，来到家呢，你一定要能够接受这当地环境所带给你的特色来，这个就是番红花茶啦，有没有看到？不要小看番红花不便宜番红花在这几年来呢，红透半片天因为它可以降血压，所以呢，今嘛真侪物件拢会添一寡番红花。但是我跟你讲，正港的番红花的无遐侪啦真正港爱用番红花的物件嘛无俗啦大家卖光卖想讲什么物件下有番红花的，真正有番红花的，可以通血路的，喝喝看。可是怀孕的人不能吃他说也可以煮米饭，也可以煮米饭。番红花其实也是一种食材这种食材呢，其实在欧洲国家来讲很多时候很多的人会把番红花拿来炒饭像什么最有名？海鲜饭。但澳洲的海鲜炖饭、西班牙海鲜炖饭，或者是意大利的海鲜炖饭呢，就掉到坑这的番红花，既养生，炒起来又有那个味道。番红花你看你红红的有无？你炒还崩炒过了变黄色的，那啃咖喱小港有一个风味这个还不错所以这个就是很有名的番红花。那番红花的作用很多，当然这几年来呢，也就变得非常有名那当然现在我们进来这里面呢是看不到番红花，番红花不种在这一片了种在另外一片的山谷了而且你必须季节对，你搞花的看了番红花在94年，它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而这里也因为出产的番红花，而番红花是一种非常昂贵的食用香料，足够一来，这个地方就是番红花的种植之地，所以呢，吸引了非常多的人。而这里面呢，舟车劳顿的代价是什么？这一告番红花城看到的就是保罗奥特曼土耳其帝国最传统、最棒的整个建筑。我们现在在番红花城的上面，我们还没有下去对顶管那规个拢甲看落也在看了规个番红花城的景色也昂贵的食用食材，番红花的种植、交易中心，以番红花命名的城市名称。今天的番红花城仍是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番红花产地。所以我跟你讲，来到这的人，你会使当家买番红花，因为你来到产地了所以有人讲哪遐贵，正港的番红花是无俗的啦免嫌遐贵，怎买得俗的啦来到番红花是一个非常价值、非常值得的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最古老它不是美丽的问题呢，在视觉上来讲呢，它是一个古老有历史的地方道路曲折
屋子错落有致哈。从个别建筑来看呢，维护的程度不够精致，但是却有一种的十分的古感美感，这个古老旧旧的感觉。